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高桥丹先生所著的《世界上有钱人实践的增值财富的方法》这本书。作者高桥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华尔街著名的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工作，随后他创立了一家对冲基金，并亲身经历了该基金的运营和出售的全过程。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为即将开始投资的朋友们整理了一些书中的精华内容。如果您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不安，或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增加财富，那么请一定要完整观看这个视频。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我们为什么要投资；第二，如何进行投资；第三，我们应该具体投资什么。首先是第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投资？大家是否曾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感到过不安呢？随着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推迟，加上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导致的失业和企业业绩下滑，许多人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他们对未来会感到担忧，想通过副业和投资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因此，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本书作者高桥先生所推荐的投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投资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富人都是通过投资来增加财富的。比如在日本，拥有1亿日元以上金融资产的人中，90%以上的富人资产在1亿到5亿日元之间，而拥有超过5亿日元资产的人并不多。在这些富人中，58%的资产是投资性资产，其中的55%是股票，剩下的部分则是债券和现金。这表明富人大部分的资产配置都在股票上。那么，为什么富人都去投资呢？这是因为把钱存在银行里不如进行投资来得更划算。在日本，银行的普通存款利率大约是 0.001%。如果每个月存1万日元，在25年后，银行的存款将达到300万日元，利息只有390日元。而美国股市的年均增长率为 10%到 11%。如果每月投资1万日元到美国的股市中去，25年后资金将增长到约1000万日元。虽然扣除交易手续费和税金后，实际的收益会少一些，但仍然比存银行划算得多。有人可能会怀疑这样的高收益，但美国股市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30倍。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和股市暴跌，最终它还是恢复并保持着继续增长。即便是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股市的一时暴跌，但现在也已经恢复。因此，从富人的资产分配来看，投资是通向财富增值的捷径。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些后，能够对投资有个更深的理解，并开始自己的投资之路。接下来是第2部分，如何进行投资。首先，大家需要做的是确定投资资金，明确自己可以用于投资的金额。我们可以将支出分为3类。第一类是住房费用，包括房租、房贷和水电费等。第二类是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费用，比如食费、通讯费、教育费和保险费等。第三类是其他支出，比如聚会、兴趣爱好和娱乐等。通过这样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尽量从第3类的其他支出中节省出更多的资金来用于投资。在确定了投资资金后，接下来需要开设证券账户并开始投资。本书建议将 70% 到 90% 的投资资金用于长期投资， 10% 到 30% 用于短期投资。这样安排是为了通过长期投资实现资金的稳定增值，同时通过短期投资来追求更高的回报。具体来说，长期投资是以数年为单位进行的投资，比如将资金定投于美国股市。长期投资不会快速增加财富，但能稳步增长。短期投资则是以数天到数周为单位的投资，比如以低价买入股票，几天或几周后在价格上涨时卖出。短期投资的风险较大，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更高的回报。对于有一定短期投资经验或能够承受风险的人，可以将短期投资的比例提高到 30%， 而追求稳定的投资者则可以将长期投资比例提高到 90%。
本视频主要讨论的是长期投资。作者建议将长期投资分为3类，第一类是股票、公司债券和房地产，占40%到60%；第二类是国债和现金，占10%到30%；第三类是大宗商品，比如黄金、白银和加密货币等，占20%到40%。可能有人不太了解国债和公司债券，它们是一种以5年或10年为单位借贷给国家或企业的债券，每年可以获得利息。为什么要将投资分散到这3类呢？这是为了在金融危机中降低风险。例如，前几年因为新冠疫情，股市曾经经历了大跌，历史上还有希腊债务危机和雷曼兄弟破产这样的金融危机。股票、公司债券和房地产的价值在经济增长时会上升，但在危机时会下降。因此，如果将所有资金全部投资于这一类资产，风险就会很高。而国债和现金、大宗商品在经济不景气时的表现往往较好，贵金属的价格下跌幅度也较小，这样能降低整体资产的风险。因此，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不仅要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还应投资于国债和大宗商品。接下来是第3部分，我们具体应该投资什么？本书建议在资产配置时选择 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而不是指数基金，因为 ETF 可以实时交易，且手续费较低。具体来说，指数基金是与日经平均指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等股价指数挂钩的投资信托产品，它是一种包含多只股票的组合。这些金融产品通常由金融机构设计，成本、手续费较高，并且无法实时进行交易，只能根据每天一次确定的价格来进行买卖。而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虽然也是一种投资信托产品，但只包含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因此 ETF 在证券交易所开盘时可以实时交易，且手续费比指数基金要低。因此，作者推荐在资产配置时购买规模较大、总资产较高、交易频繁的 ETF， 这样可以更容易在自己想要的时间进行买卖。选择这些 ETF 进行投资有2个要点。第一是多元化投资目标，有些投资者往往偏向于投资日本和美国的股票，但如果投资目标过于集中在某一个国家，风险就会增加。因此，从分散风险的角度出发，可以考虑投资于发达国家、香港、欧洲等地的股票。第二是不要一次性买入，如果一次性将所有投资资金投入到一个标的上，可能会因近期的市场波动，如新冠疫情影响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建议每月定期购买，分散买入时机。接下来是国债部分。本书推荐美国国债，原因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及存入资金获得的回报率较高，且美国国家破产的风险较低。投资美国国债时，可以选择短期、中期和长期国债，尽量多元化国债的期限。最后是大宗商品中的黄金。本书预测黄金价格将会上涨，原因是黄金价格相对于美元的过去约50年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来说，黄金价格通常与美元的供应量挂钩，当美国印钞量增加时，黄金价格会上涨。虽然近10年来黄金价格已经有所上涨，但从50年单位的美元与黄金的比率来看，当前黄金价格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本书预测黄金价格将继续上涨。通过这样的分散投资，可以在回避风险的同时实现财富增值。希望大家在进行投资时，可以参考这些建议。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